血，披上血狂沙，载逐鹿，听风起，观云涌，见笑声，破苍穹，号令于星河九重，稳定不倒的巅峰。凭剑滔天，不知如红星跃然，千秋梦，分舟起，浪淘沙华。英雄人宿命，追寻天地间尘是水，向东流，远人间姹紫嫣红，七剑山庄采取手。茫茫寰宇，万古世界，位面林立，屏障隔绝。高位面与低位面之间，都由星辰作为气眼而封闭。低位面若想打通去往高位面的通道，必须由该世界武力最强者用陨星剑斩破星辰之眼。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低位面九幽界。剑气纵横3万里，一剑光寒19州。这江湖近10年的大事，都离不开那绝世的剑客沈三公子。沈三公子啊，江湖10年无一败绩。最为轰动的，便是1年前赤日崖上魔教宗主梭伊人之战。沈振一拱手让出万道剑经，饶你弃剑山庄160口性命。这个世界这么强的人，竟也不是我欲寻的陨星剑。那一战，剑光纵横30里，近乎将赤日崖夷为平地。任那梭伊人魔功盖世，最终还是被沈三公子斩于剑下。只是不知为何，沈三公子自那之后再也没有离开过弃剑山庄。有人说沈三公子已身负重伤，也有人说沈三公子因为天下无敌，失去了闯荡江湖的兴趣。沈三公子那么厉害，那么帅气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哼，那可不好说。依我看，他肯定是身受重伤，不愿意出来见人。沈三公子为天下除害，哪轮得到你在这造次？哎呀，两位客官莫要动手，我这小本买卖。哎呦！阴风尘土啊！
消息准确，沈振仪果然在后山。既已动了杀心，又何必藏身树丛？他分明一丝功力也没有，如何能判断我的位置？从你的剑意来看，应当是烂柯寺的无心杀生剑。你修为浑厚扎实，可见平日勤于苦练。只可惜心境不正。走吧，我可以当作没看见你。三公子之名，小僧仰慕已久，怎能就此离去？材质竟是金刚木，倒是极罕见。可惜还是不如我要的那一把坚韧。本是清净慈悲剑，却为名利所误。小僧方才用天眼通检视，见施主丹田破碎，经脉寸断，一定活得很痛苦吧？小僧这就度了施主，再借这份功德，登上天榜之位。佛灿莲花，开！这一剑够资格杀你！好凉的夜风啊！怎么可能？我凝聚毕生功力的一剑，竟被一夜飞花破了。这一世，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万藏剑经吗？无心杀生剑，是以慈悲之心杀众生之恶，你却误以为是以杀正道。路走错了，自然漏洞百出。我苦修20载，到头来只是一场空。沈施主，动手吧。回去后多参悟慈航心法，戒造戒杀3年，自会突破瓶颈。沈施主一定是佛祖派来点化小僧的使者，我愿跟随您左右，诚心修剑。小僧定当痛改前非，只求您能收留我，为我指点迷津。你速速离去。那小僧来日再登门请罪。寻遍九幽高手不得，以万藏剑经守株待兔1年仍不得。难道陨形剑与我无缘？看来要换个有机缘的法子了。三弟，来披上，别着凉了。哥，我有件事想拜托你。哎，看看写的啥？
哎，莫喜莫喜！弃剑山庄明日开庄，为三公子沈振一招收关门弟子，不问出身，授以弃剑山庄绝学万藏剑经。不问出身，那岂不是各大门派的弟子也能来参选？一时激起千层浪，山雨欲来风满楼啊！阿弥陀佛，烈阳府向来以自家活法为傲，赤火施主何必来趟这趟浑水？彼此，烂柯寺的出家人，还不是对万藏剑经动了凡心？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哼，六如，老身劝你还是回去念经，免得哪天横死街头，连舍利都烧不成。没规没矩。他们有暗器，保护方丈！你们血口喷人，保护姥姥！你这样的人，根本不配与我争夺烈阳府掌门之位。谁又想被自己的亲姐姐杀死呢？嘿嘿，与其每天哭唧唧，不如多吃点好吃的。你，开庄大典要开始了！沈三公子，太好了！承蒙各位赏脸，参加毕庄开庄大典。沈某这杯酒敬大家了。来，咱们爹。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爹，啊，是段无险，那个魔宗的大护法，索伊人的徒弟，他出关了。何止出关，他杀了所有报信弟子，正一路朝弃剑山庄火速杀来。此刻，怕是快到了啊！救命啊！是复仇的味道。师傅，我随您同去。区区小辈，伤不到本尊分毫。你马上闭死关，修炼神功，铁用不二。
功法不成，不许出关。也是能成本尊衣钵之人，体用不二修行艰险，不可冒进。是，无险定不负师尊厚望。杀师之仇，不共戴天。沈振一，我来了！段无血来了，快逃啊！段无邪已冲入庄门，此刻被困在护庄大阵之中。加派人手，保护镇一。弃剑山庄的百年守庄大阵，定然万无一失。攻击！有意思，从来只有我杀人，没有人伤我，值得你们写入墓志铭了。老夫从未见过这样邪鬼的功法。这个紫色斑纹，是传说中的魔功，体用不二。什么？可施用那个禁术，必将燃尽一身真气血脉。待登进油窟之后，是必死无疑的呀！不错，这样大的代价，换来的自然是极致的武力。此人反应之敏锐，力量之强悍，已经远超凡人用法极限。小心！好凶悍的力道，一招便将众人的攻势化解。沈振一，我要完成师父的遗愿，杀毁弃剑山庄所有人。体用不二不同于一般禁术，眼下万全之策，唯有请三公子出马。休说沈振一，就是神仙下海也是陪葬。轮椅？三公子为何会坐着轮椅？终于还是瞒不住了。你终于肯来了，沈振一。我说你怎么也失踪了1年？原来已经被我师父废了呀！被血迹锈蚀，已不堪一用，不如收作炼剑之策。我要你们整个弃剑山庄都给我师父陪葬！魔骨千魂杀！我这无主。师父，我终于能给您报仇了。
道依靠月眼灵力修炼的九幽界，也有这等禁忌之术。可这九幽界的人们，哪里知道他们的力量来自那一轮待战的明月呢？都没事吧？老衲潜心闭关修炼，果然大有成就。经脉尽断，倒未伤及心肺，一时死不了。六如老儿的功力竟精进至此，将这魔头押入地牢。多谢禅师出手。哎呀，一招便化解了魔功体用不二，真不愧是烂柯寺掌门人。消灭魔宗，替天行道，不足言谢。不过我倒是想起一件要紧之事。众所周知，万藏剑经乃九幽最强绝学。如今沈三公子功力大不如前，而魔宗经此一战，越发视弃剑山庄为死敌。不错，若不是禅师仗义出手，光凭弃剑山庄如何能抵御今日的灾祸？魔宗下次再来，可就不会只是一个为师报仇的断无血了。请问沈庄主，江湖中流传万藏剑经还有下半册，就藏在弃剑山庄祖师陵寝之中，可是真的？是，但祖师设下了考核，通过方可获取。300年来，暂无人通过考核。沈庄主，魔宗人残暴无度，不择手段。若想夺走这天下独一份的剑经，可不会管那是谁的祖坟。哼，这关系到天下人的安危，沈庄主不妨把剑经交与烂柯寺保管，我们上清宫自然也会帮忙守卫。你们，此事等镇医收徒后再议。还在争夺，却不知命运根本不在你们自己手中，还是后山调剑去吧。沈镇一，你终于落单了。我与那段无邪可不一样，专等一个人明闯弃剑山庄。劝你交出万藏剑经，可留你全尸。风雨梨花。这不可能啊！三弟总算振作起来了。不管镇一有什么心愿，我们都必须满足的。是，父亲。承蒙各位信任，故而镇一将从各位年轻人中选出一人，收为关门弟子。三公子打算怎么考核我们？这怎么比武啊？根本施展不开嘛！今日不比武，只看各位是否和我三弟有缘。啊？演员？那怎么算呀？就是啊。炎火太极。太厉害了！
有点意思。还有哪位小友未上台？这位烈阳府的小弟子，轮到你上场了。我，行吧。炎火太极。烈阳府的公法，轮不到你们这些小卒来嘲讽。这位小友，你进入了2轮遴选，请随我来。为什么会有我呀？三公子是不是看错了？周文子，进来。等我好消息吧。出火罗。来了。有人吗？是魔宗的人。妈妈，姐姐，你们在哪里呀？不行，我死了！姐姐，我跟你们，姐姐呀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确实是陨星的光辉，经过我的神识洗剑后，为何还这般羞辱不堪？我怎么会对三公子出手？这下肯定完蛋了。看来是我意念之力下降的原因。当初我可是1个意念，可以定这个世界高手生死的。从现在起，你的心跳将会与神同频。陨星铸成之日，便是我恢复功力、斩月之时。谁呀？不是吧？怎么呀？弄错了，多怎么？这局里有错吧？这哪里有选到自信啊？凭什么呀？是。
好，好，火罗，以后你就跟着三公子好好修行。这改变不了，你依旧是烈阳府的人。姑娘，这边是三公子的房间，你住旁边这间，可别认错了。我住三公子隔壁。请。这大晚上的，三公子为什么把我安排在这儿啊？难道他……罗儿，莫要辜负这良辰美景。我沈振一不收费物。那你为什么会选择我？因为你能帮我。啊！我竟然可以帮你！3个月，我一定要把陨星剑磨出来。少庄主，果然如您预料，各大门派依然盘桓在庄内，不肯离去。那便备好厢房，安置客人。难得天下英豪相聚于此，共同习武论道，也是一桩美谈。啊？可是少庄主，为啥我看他们凑在一起那个气氛，怪怪的？那是自然。镇一收徒，这是300年来第一个能光明正大的获取万藏剑经的机会。上清宫、烂柯寺、大钱帮，怎么会甘心烈阳府独占鳌头呢？眼下他们不是急于结交赤火姥姥，便是在暗中蓄力，蠢蠢欲动呢。啊！那咱们山庄岂不是会有危险？有我在。不愧是少庄主，属下这就去安置客人。妹妹，转眼快10年了，希望镇一能打开试炼大门，带你回家。你来。不出所料，你的剑况非常糟糕。对不起啊，三公子，我再来一次。平时我力气很大的。不是力气，是剑气。我从没练过剑。我不是让你练剑，是为了磨你体内的剑。你看好了，好好感受剑，感受剑气。沈振一，快交出万藏剑经，痛快一点！您是让我来看您和他的战斗？你可看好？你可看到？三公子好厉害！怎么回事？只是看出一个好厉害吗？看来还是要从最基础的开始。打磨头层陈锈，需要剑体学会承受和释放力量。三公子，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而且要释放力量，就不能先吃早饭吗？别！啊！这我可拿手了。以前在烈阳府经常偷吃师伯种的西瓜。救命啊！细节处的锈痕需要配合速度和准头来消除。锤炼一把剑而已，想不到竟如此艰难。
这个世界的人，还是要用欲望驱使才行。好香啊！哼哼，嗨！嘿呀！不要浪费粮食！我要你！三公子，我真的可以吗？试试看吧。我做到了，师傅，我做到了，我做到了，我真的做到了，做到了，师傅，我做到了。10年了，袁兰生死未卜，朕亦身负重伤。我对不住你们母亲，更对不起沈家的列祖列宗。父亲，您还有我，您放心，我必将知应文帖，不叫弃剑山庄蒙羞。很不甘心吧？无论做什么都无法得到认可。什么声音？给我住口！今天是他失踪的日子，三弟，你已经忘了吗？好舒服呀！啊，糟了，要迟到了。师傅，您别生气，我今天加倍修炼。哦不，三倍怎么样？今日不修炼，真的？随我来。还有比不修炼更幸福的事情吗？啊，还真有啊！师傅一定是体谅我最近修炼辛苦，特地带我来泡温泉解乏。师傅真好！哦吼！师傅，好疼啊！这个温泉好疼啊！这泉水能修精洗髓，乃除锈良方。你做好了，忍住。行吧。你倒是很能忍。别的忍不了，这个我必须忍。7年前，魔宗屠杀南疆，父母惨死，我也差点没命。7年前，魔宗屠杀南疆，
我也差点没命。看你细皮嫩肉的，血一定很美味。喜欢喝血是吧？来尝尝。沈振一，你不知道我吃了你的血，功力会大增吗？受死吧！凡人的身体承受不了神的血。什么？是师傅，一招就消灭了他们。我这才得救的。是吗？不记得。没关系，师傅，我记得就好了。我会努力修炼，多痛多辛苦都不要紧。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好，那今日开始，连泡7天温泉。7天，我还是去练习挥剑吧。这是你的宿命，也是我的宿命。时间不多了，得抓紧了。师傅说什么我也听不懂，让我练什么我就练什么好了。师傅早。师傅，我们去练习挥剑吧。见效已去，今日起不必再练习挥剑，你要开始实战练习，以此来淬火，重铸剑光。到了。咱们就在这打吗？跟我打，你体会不到死亡。这种实战不都是点到为止吗？我给你安排了一个人，他来了。师傅，师傅，又走回来了。奇怪，师傅明明说过安排了人与我实战，人呢？怎么回事？身体为什么动不了了？是谁在后面？所以人，你不是已经被师傅杀了吗？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沈振一千挑万选的人就是你。是啊，不是，你说沈振一，难道说师傅安排的人是你？哼，早知道要训练你这种废物，我就不该答应。为什么我动不了？你做了什么？废物，就凭你妄想解开我的定煞魔功，好不容易被放出来，我要慢慢折磨死你，再去干掉沈振一。怎么，认怂了？杀我可以，杀我师傅，你做梦！所以呢，不过是一只手能动的。好个小丫头，用疼痛来保持清醒，燃烧魂血以摆脱定煞，倒有几分我们魔宗的派头。你骂谁呢？还没完呢，我们接着打。不会吧，这就死了？我怎么跟沈振一交代呀？还没死。
庄主，如今沈三公子收徒已经完成，是时候给我们一个交代了。我以为诸位不愿离开是为小儿祝贺，原来大家在等交代。不知大家在等我沈某人什么交代？既然三公子已废，守护万藏剑经的重任就交给各大派共担吧。万藏剑经是弃剑山庄之物，外人岂可染指？我们是担心，如果再来一次断无血事件，弃剑山庄保不住这武林至宝。诸位的弟子没有被小儿选中，就想用逼宫的办法来获取剑经，真欺我弃剑山庄无人吗？没错，沈振一已经成了残疾，你们弃剑山庄就不配拥有万藏剑经。我从来犯之时，除了六如禅师，也没见你们哪位仗义出手。沈庄主，大家都是为了山庄的安全，为了武林至宝万藏剑经的安全。六如禅师说的没错，你就把万藏剑经交出来吧，免得改日被魔宗抢了去。就先交给我烂柯寺保管吧。哼，稍微刺激一下就剑气失控，谁知道他这么弱？此剑比我预计中还要鲁钝，开刃需花更多的功夫，并非是你的原因。做什么？沈振一，你敢！沈振一，我杀了你，我一定会！住手！我好好训练他就是了。师父，算了，我也没有特别难受。他需要经历真正濒死的实战。恐怕需借旁人之手。切！你家山庄来了这么多门派的人，随便找几个来比试比试，给这小祖宗磨磨剑、开刃不就行了？看来还得跑一趟。放屁！只要我沈寿还在，没人能打万藏剑经的主意。沈庄主既然执迷不悟，老衲只能如何？本想提拿断无血助我徒修炼，为了区区剑经，只得九幽之人趋之若鹜。振一，别插手。三公子，老衲位列天榜第5，就算你身体完好，也不见得能稳赢啊。已成残废，就别来出头了。练剑不易。三公子，这是你逼老衲的。又出什么事儿了？那金光是六如禅师出手了，回去看看。振一，振一！什么？你本性刚直，只是过分在意名利。再好的剑才也会锈蚀，要注意修身养性啊！庶子无礼！
所有方丈的舍利，竟然就这么毁了。这剑气，仿佛是七岛段无写的那张。错不了，这样朴素的剑意，这样凌厉的剑势，原来当时是沈三公子出手救了我们大家。三公子停下！三公子回来了！好，不愧是我沈家的子弟。这世上有那么多天才。原来是朕一，后来也是，为什么唯独我？明明我才是沈家长子，我才是七剑山庄的继承人。大公子，活在自己弟弟影子下的感觉很不好受吧？师傅还没回来吗？七剑山庄竟然也有祝融花呀！啊，糟了！师傅，我，此花轻易不起艳，这样轻轻碰触便生出花中艳，倒是第一次。只有特殊体质的女孩才能引火入花，这也是烈阳府城记者的证明。那天，姐姐和我都点燃了花中叶，我本来是很高兴的，可是姥姥告诉我，等修炼功成，我和姐姐就要同台对决。烈阳府的规矩，我们俩只有一个人能活着下擂台，继承烈阳府。怎么会有这样的规矩啊？那便勤加修炼，以你的才智，不一定会输。师傅，那不就是要杀了姐姐吗？我不要杀我姐姐，我不要。哎呀，是，玩火尿床，今天就别睡了，练剑去吧你。又是你，你到底是谁？世人皆知沈三公子一剑动天下，却不晓得七剑山庄还有个不善武艺、善智谋的沈大公子。那个总在我识海中传音的人，就是你。看来你一直记得我呢。
我听说你那三弟小时候跟你一样，武学资质平庸。沈大公子难道就不好奇，你弟弟为什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天才？给我闭嘴！这人下的人生，你真的甘心吗？住口！你到底是谁？老夫乃是你祖师的至交好友，实在不忍看到他的门派祸气萧墙，便决定帮助一二。祖师仙师已有300年，他的好友怎么可能还活在世上？老夫接下来所言，信或不信，全凭大公子自己甄别。你什么意思？老夫曾经去梦天的陵寝祭奠，不小心目睹了你沈家的一宗秘史。祖师爷的陵寝位于弃剑旧庄，除了沈家子弟成年时会去那里试炼，其他时候就一直荒废无人。你能看到什么？说来也巧，我去祭奠他的那一天，距今整整10年。10年前，云岚的成年试炼。你看到了什么？我妹妹她到底遇到了什么事？与其问我，不如问问你的弟弟沈振一吧。10年前，我亲眼目睹他悄悄跟着二小姐进入了陵墓。你重视亲情，有人却非必。还不明白吗？我问你，你们沈家试炼，所谓何事？是为择一沈氏后人开墓里青铜门，继承祖师爷留下的万藏剑经残卷。那若进陵寝的是2个人，却只活着出了1个，偏偏还功力大涨。你的意思是，振一杀了云岚，盗取了万藏剑经？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我只是看在孟天是多年故交的份上，才出言相助。口说无凭，你可有证据？再过几日，沈振一就要成年参加沈门试炼了，届时陵寝必开，你自去看看，那青铜门是开是合，背后有没有万藏剑经？请问前辈高姓大名？来日你若依旧想问，再来寻我吧。三弟好雅兴，你心思太杂。这是炼剑大忌。三弟今日在万藏殿出手，击败六如禅师，确实令人高兴。只是你功力复原，为何不告诉我和爹一声？平白让我们担心这么久。我的伤势并未痊愈，不过是对剑法有了些新的体会罢了。如果云岚还在就好了。你小时候和她最亲，无话不谈。你出生时，娘难产离世，从小是云岚陪你长大。如今她不在了，你的家人便只有我和爹。振一，有事不要瞒着哥哥。大哥，你的心思都在江湖名利之中，这个世界的真相，说了你也无法接受。不说怎知我无法接受？月亮上有一只眼睛，它成就了九幽，也会毁灭九幽。云岚是为九幽牺牲的。哼，苦命。
玄虚。什么？上次他只是剑气失控暴走，你就急眼了。现在呢，你又要我杀了他。沈振一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重塑剑尖。哼，重塑剑尖？你这是要逼他迈过武道分水岭吗？就他这副蠢样，玄。所以我才让你不要保留，逼他入生死之际，才能雕琢出最锋锐的剑尖。你说你非要选这么一把烂剑，雕来雕去麻烦死了。它是陨星制成的剑。陨星？陨星来自天外，浴火降临，是唯一超脱了九幽这片天地的力量。我要完成的那件事，非他不可。你是说他具有超越九幽的力量？我怎么不觉得？他还未觉醒。那我可来真的了。你干嘛？如何？有没有什么感觉？有点冷。我不是说这种感觉。怎么样？有没有感觉到死亡的威胁？或者强者的威压？都说了很冷了，你就不能去别的地方炫耀吗？不干了，这活干不了。在我们魔宗，这种废物连练成药渣的资格都没。他剑尖折损，反应必然迟钝，你应当慢些。要不我还是去挖野菜吧。我不干了，沈振一，我真干不了。我的剑从来就没有慢过。想当年，天下谁不对老夫的威名闻风丧胆？怎的如今偏拿他没办法？你们两个都不怎么聪明的去碰撞，确实很难让他进入生命威胁中的。看来又有新的力量进场了。沈一，杀师之仇，不共戴天。要么杀了我，要么我杀了你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你师父还在世间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着，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吗？吴邪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师父，您真的还活着？师父，快帮我破开这牢笼，我们携手定能杀了沈振一，逃出去。听着，如果有机会逃走，千万不要管我，我已经是……
你干什么？师父，我师父呢？经脉滞涩，剑气虚无。你现在的功力只有往日的3成。如果你能帮我练剑，或者说杀个人，我就放你师父走。我凭什么信你？你没有别的选择。今天好冷啊，得赶快回去了。看错了吗？你是谁？有人用一个条件换你一条命。去死吧！段无血是我最得意的弟子，就算只剩3成功力，那丫头恐怕也……他也是我最得意的弟子。哼，命挺硬啊。忘了介绍，兵行沙海，血洗南疆，魔宗左护法段无血。现在你可以去死了。段无血参与过南疆屠城战。那时他刚刚出师。魔族征讨南疆时，他是点兵官。怎么？7年前，魔宗屠杀南疆，父母惨死，我也差点没命。这孩子剑上的血线，就是南疆屠城的记忆。你徒弟，怕是要祭剑了。去死吧！去死吧！哦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一幕。哼，是在南疆。也是这样的夜晚，他也穿着你这样的红裙。我讨厌红色，除非是用血染的。于是我用剑不断刺他，可他和你一样，就是不肯死。我正纳闷呢，就看到2个小姑娘从他家逃走。我想去追，他也是那样死死抓着我的剑。为母则刚，可惜那也刚不过我的剑。
杀人偿命，回光返照罢了。魔骨千魂杀！如果不是魔宗作乱，娘亲就不会死，我和姐姐就不会沦落到今日的处境。你必须死！这剑气，难道沈正一？这样下去，吴邪可就凶多吉少了。他是让允星剑蒙尘的人，注定也会为允星的重见光辉做些事。可你徒弟会杀，我不会阻止他。沈正一，不，剑神，求您来动手。不愧是沈三公子，如此年纪就到了武道9境。怎么可能？这是9境巅峰的实力！你自寻死路！你用不二天地火法，天下至今无人可挡的传说，最高绝技，如你所愿，好，送你小子上路吧！自己卸下了防御，为什么？哼！既然你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吧！空剑无我，我身即剑。多谢你帮我破后而立。难道他只是想借我之手冲击经脉？迈向更高的武道层面吗？这把剑乃9幽魔道至尊，以后应该能派上用场。
您是神，虽然我不知道您是怎么做到的，但如果您亲自动手，吴邪他还能以剑灵形态存在。他会成为淬炼陨星剑的最好材料，这是他最好的归宿。师父，我成功了，我给爹和娘亲报仇了。哪里不对？5到6境，感觉如何？我已经5到6境了。爹，娘，我一定会努力活下去的。他是永远消失了吗？是。吴邪，沈正义，你是剑神又如何？不过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怪胎罢了。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原来这就是所谓的神，可笑至极。这样的剑，我还会再铸，何必如此执着？你根本什么都不懂。没有感情的剑，不过是一介傀儡。爱恨也罢，正邪也罢，即便是懦弱与愤怒，都是人类独有的力量。或许你说的对，但我别无选择。大公子，怎么样？明日试炼之事安排好了吗？大公子放心，真相终于要来了。都给我听好了，今日三公子试炼，必须给我把山庄看守的固若金汤，一只苍蝇都不许放出去。尤其是通向旧址的各处通道，务必加派人手，不得让人闯入旧址，明白吗？是。师傅，这是要去哪儿？我推你过去吧。不用吗？今日是我生辰。师傅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得准备礼物，还有长寿面，还有……沈家子弟成年时，都要去祖师爷的陵寝中接受试炼。那我陪你。此行危险，我不能带你。你且留在庄内修炼，等我回来。哼，你不会在担心那个没有心的怪物吧？师傅都说危险，那该有多危险啊！愚蠢的凡人。说起来，10年前弃剑山庄那个天才二小姐，不就是在试炼的时候失踪，下落不明吗？
当时九幽武林还说他是什么天纵奇才、千锋万刃，不也葬送在了自己家祖师爷的陵墓里吗？若是沈真一也死在试炼里，那该多么大快人心呐！你说呢，家伙？这么多人把守在这里，看来师傅这次试炼真的很危险。陵墓应该在里头，得想个办法进去。有山火，过去看看。也就是这招最好用。怎么还有人守着呀？可算找到你了。你怎么像个幽灵一样？吓死我了！我本来就是幽灵。啥？哎，你来的正好，跟我去陵墓里找师傅。关我屁事！走，跟我回去练剑。我这里火灭了，我这里也是。走吧，回去守着，不能让人看见我。快走！我不走，我要去陵墓。你不帮我，我就把他们喊过来。快闭嘴吧，小祖宗！蠢货！要是被人发现了，有麻烦的可是你师傅。我发现你还是挺关心我师傅的嘛。早知今日，当初不如从赤日崖上跳下去。这里就是弃剑山庄的旧址吗？看上去废弃了很久呢。哇，好高啊！哎，这人长得很像师傅哎。能在这儿立像的，应该是个大人物吧？那还能有谁了？肯定是弃剑山庄的创建者，沈梦天。哦，对呀。祖师爷，请您保佑弟子能像您一样，打遍天下无敌手。蠢货！你这个祖师爷30多岁就走火入魔死透了，你也想英年早逝吗？还是算了，还是赶紧去找师傅吧。不知道陵墓会藏在什么地方呢？堂堂沈家陵墓，你以为这么好找？不算好找，但是也不算难吧？
你怎么来了？找到隐形剑了吗？有一事不明，想要问你。我倒要听听，什么事值得你10年后再来找我？10年前，你告诉我，欲斩岳飞生，必先成剑神；欲成剑神，必断绝七情六欲。我以为我已摒弃情感，可有个人，明明已经离去很久了，但我看到那个人的遗物，还是会有些让我不悦的感觉。这会干扰我修剑斩月。不应该，我替你斩断凡人情欲已有10年。你竟然还会思念于他？原来这就是思念。拉拉，那便让你亲手斩除他。姐姐，小弟，你是小弟，长这么高。过去她是你姐姐，但现在她只是我的剑灵。现在，杀了她！手抬高，想要稳。小弟，你不行啊！哎，别，别让你姐姐听见。你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云兰，你听我解释。哎，你给我留点面子嘛！姐姐教我功夫，以后我保护你。好，等姐姐办事回来就教你。别太轻敌，试剑台可不好过。你就别操心了，大哥。也对，毕竟是你呀。加把劲，争取打开青铜门。姐姐，我也要去。胡话，老实待着，晚上我就回来了啊。姐姐呢？头好疼！
长本事啦，竟敢跟踪我！我只是想和姐姐在一起。来都来了，走吧。这是哪儿？这是祖师的陵寝，门后藏着下册万藏剑经。祖师的考验终于轮到我了。要注入剑气吗？失败了。哦，你连武功都不会，打不开的。不是吧？怎么只有一把剑？姐姐，我们拿了剑就走吧，我害怕。还是回去请父亲过来吧。走。传人已至，我身复苏。这是以剑气塑灵体，封存于剑中。我等了300年，今日终于等到了。我明白了，您是祖师爷。晚辈沈云兰今日成年，特前来试炼。啊，这是正一，那是他开的。好羸弱的剑气，剑神的先天之灵选中的传人，怎会孱弱至此？这是凡人情感羁绊形成的真气锁链，难怪你弱成这样。祖师，你有什么要交托于正一的吗？姐姐，果然就是他，看来我只能替你了却这份情缘了。姐姐，不要！我费心设此禁制，却等来这样的传人。为了那件大事，也只好牺牲你。大事？试炼和万藏剑经的后半册都是假的？没错，当初我设下禁制，只有剑神的先天之灵选中的传人才能打开木门。什么剑神？什么先天之灵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们做什么与你无关。我倒要看看你凭什么决定我的生死！
不要回头。好，好，姐姐等我。300年前，剑神的先天之灵自诸天万界坠落而来，玄仲老夫创造了弃剑山庄。老夫穷尽毕生心血，只为斩月，却半道崩殂。这就是我这一世的宿命。临终前，老夫方有所悟，唯有斩杀7情6欲，才能继承剑神衣钵。但老夫已经没有机会了。现在，既然剑神选择了你，那老夫就助你一臂之力，挥剑斩青丝。斩月飞升。杀了他，你才能成为真正的剑神，完成属于你的使命。你不记得姐姐了？多年以前，你教我武功，教的不太好，但比大哥好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小时候那么爱哭，我每天都在想，真一什么时候能长大？什么时候才轮到他保护我呢？你现在真的长大了，可一切也都回不去了。动手吧，不就是再死一次吗？你懂了感情？有人曾经跟我说过，没有感情的剑是没有生命力的，即使再强也有局限。我觉得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，或许我可以试试，你也可以试试。老夫的剑乃太上无情大道，你既然想另辟蹊径，那就让老夫领教领教。这里好黑啊！你家谁家墓地灯火通明的？但这也太……啊！不，来！这里头竟然这么深！小心！啊！好险，我们可得谨慎点儿。师傅的轮椅，师傅！师傅有危险！我相信你是错的，我才是对的，因为剑神选择的是我。不，
只有胜利者才有资格成为剑神。不错的剑力，还有一把。哟，看来你已经找到助你斩月的灵剑了。拦住他们！是。你还是没明悟，剑神可不会被尘缘所困。我向前探过，越向前，剑阵越是密集，不愧是沈家人试炼之所。再来！不信了！剑灵？什么呀？没事，自己人。你的自己人！你见过追着你砍的自己人吗？老苏，快想想办法呀！沈振一让所有剑灵必须保护这丫头，而你居然能反抗剑神的禁制，怎么做到的？快传授于我！沈振一，我并非他的剑灵。啊！师父，剑灵，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我奉剑神令，来此除灭你二人。巧了，我也奉了剑神令，要保他周全。哼，沈振一这死人脸，也不是被人篡了剑神之位，还要连累于我吧？自从成了剑灵，就再也没杀过人，还真是怀念呢。那就好好打一场吧！炎火太极！没用的，我和他都成了剑灵，不是活人，受伤感觉不到痛，伤势也会很快痊愈。你已经死了。1年前，赤日崖上，我已经死于沈振一剑下。他是剑神，杀我，即是将我剑灵回收到他身边，听他调遣。你是剑灵，师父是剑神。以后再和你解释。现在好奇的是，这个剑灵是谁？剑气化语，倒让我想起了那一句“天纵奇才，千锋万刃”。她是师父的姐姐，沈家二小姐沈云兰。奇怪，她到底奉了谁的命要杀我？别想这个了，快点去找那个死人脸。这古墓凶险异常，只有在他身边才能护你安全。火太极！真不负天纵奇才之名啊！剑神让你死，你是永远逃不掉的。什么剑神剑灵，我都不在乎，我只想去保护师父。
帮，就凭你这下等修为。哼，师父说过，我能帮他。我沈正一不收费。那你为什么会选择我？因为你能帮我。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必须去救他。我杀不掉你，你也杀不掉我。今天我们谁也别想走。让开！不让。该来了吧？啊！放开你！你这个疯子！难得呀，沈振一安排的任务也是我所认可的。你要动他，先问过我再说。爆够了吗？你这爆够了就从我身上滚下去，我得去找振一。你这是摆脱了剑神令？按理是无法摆脱的，可刚才你的剑气混入我的身体后，居然让我摆脱了控制。我是沈梦天的剑灵，你是振一的剑灵，或许是振一的剑气进入我的身体里导致的。等会儿，沈梦天，沈家祖师，他不是死了300年吗？没时间解释了，快追上去吧！振一有危险，需要那孩子的帮助。可是沈振一挑中的剑，该不会沈振一要拔剑？想打败沈梦天，这是唯一的方法。可若被剑神拔出灵剑，他可能会死。啊！这也是试炼的一关吗？我还没有见过师父打得如此吃力。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剑神的先天之灵选中的人。楚姑娘，刚才的事情你见谅。剑神令下，剑灵无法反抗。我明白了，我终于都串起来了。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做才能帮助他？九幽世界，每个人都是一把利剑，只是以人形存世而已。剑神可以调动所有的灵界，为其所用，所以我们才会成为剑灵。你才因为特殊，被特选中。剑神的先天之灵来自诸天万界，最初选中的便是沈梦天。他曾经也是剑神，但他没有完成剑神的使命，死亡之前并封存了自己的灵犀，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蓝色微影。师父是剑神，祖师也是剑神，那就是2个神仙在打架。我特殊在哪里？我要怎么才能帮师父？快告诉我！师父，别动！不要去！放开！你们快去救我师父！我们去也只是添乱。或许能打败沈梦天的方式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让振一使用你体内的陨星剑战斗，因为只有陨星剑在沈梦天所掌控的万境之外。那就用啊！你才5到6境，贸然被拔灵剑，必然会受重伤。人身死去，灵剑就消散了。若我还活着，必能帮上振一。师父！你是无法战胜我的，
因为你背离了太上无情大道。才5到6阶，你怎么通过时间台的？质地虽然特殊，不过仍是一把刚刚开刃的残次品。你竟然没有拦住他，违抗剑神令的后果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不过嘛，我有违抗剑神令吗？剑神大人，自然没有。竟然和我玩这种把戏！老夫潜心筹谋一事，又在这里苦苦等待300年，岂能毁在你手中？今天我就杀了你，再寻传人。我没有写入万藏剑经的最后一招。他抽走了一丝剑气。他竟然要用九幽所有的剑的一缕剑气来攻击！万剑朝宗！师父，您不要顾忌我，牺牲我一个，保住你们，我愿意。有得青山在，这回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沈真一，你若死在他手下，我会看不起你。来吧，我很期待你的反击。我也是剑神，你能用的剑，我也能。师父，无药可救，去吧，万剑朝宗。万剑朝宗，朕也只是看了一眼，就学会了万剑朝宗。万剑朝宗。量力，纵使是老夫唤出万剑，也需耗尽一身剑气。还要垂死挣扎吗？你不能用的剑，我也能。这是我刚刚淬炼出剑刃的陨星剑，请笑纳。太好了！我修行半生，才修成万剑朝宗，想不到。我要感谢你，教会我这个借用剑气的办法。罢了，我输了。或许你的道才是对的。可能正是我所遗弃的东西，才让你的武道超越于我。凡人情欲，柔之刃之，坚之锐之。强制你摒弃情感是我的错，只是它能成为你斩月路上的助力，也能成为无法逾越的阻碍。或许有一天，等我进入上层世界，会发现你才是对的，但在当下，你是错的。你的境界，我有点看不透了。为什么？
因为这里是凡人的世界，你我既然身在九幽，就无法超越九幽的规则。既然不能超越，那就必须学会利用。不过，你别妄想用抽离剑气的方式帮你斩月，真到那一刻，这把剑，你还是要拔出来。罢了，我也到了该离开的时候，但愿你不会步我后尘。只是撞到头，伤势不重。走吧，姐姐，我们出去修复它。不是吧，剑神，你还打算管一把剑叫姐姐啊？我与你，不论从属关系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姐姐。我们这些人，只是你们剑神的武器吗？不是，我和沈梦天一样，都要完成剑神的任务。帮这个世界斩月。为什么要斩月？月亮是九幽世界连同其他世界的结界，只有是因为沈梦天。剑神的禁止，沈梦天已死，而剑灵不可离开主人，你也会如他一般。能再见你一面，足矣。你是风灵石铸造的剑，风过石响。你本该仗剑天涯，云游四方。在试剑台看到你的轮椅，还想着要不要给你带上？怎么，经脉寸断也能康复吗？大哥，这是云岚的剑，看来你已经通过试炼，拿到了后半卷的万藏剑经。没有万藏剑经，所谓的试炼，只是沈梦天的一个等待。哼，没有万藏剑经，祖师爷大费周章设下宗门试炼，难道是个笑话吗？大哥，我想是时候告诉你真相了。九幽只是一个小世界，剑神曾在此中剑万把，我和沈梦天都是被剑神选中的人。我们的任务，便是展开这个世界的屏障，让这里与另外一个世界连通。哈哈哈哈！沈振一，我是真没想到。为了独吞万藏剑经，你竟然编造出如此荒谬的故事。大哥，我曾经说过，你是接受不了这个真相的。我们该离开了。一派胡言，狗屁的真相！哈哈哈！有人曾对我说过，10年以前他亲眼目睹你跟着云岚进了陵墓。当时我还不信，可如今。你刚通过试炼，身上却没有万藏剑经，你又作何解释？好，我只问你一个问题：云岚是不是你害死的？这件事很复杂，你既然接受不了真相，也就不会明白姐姐是怎么死的。她的死，的确跟我有关，但是你这是承认了沈振一，你残害亲姐，夺走万藏剑经。今日我必将为他报仇雪恨，拿命来！沈振一，你残害亲姐，夺走万藏剑经。今日我必将为他报仇雪恨，拿命来！不必再打下去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是，我武学造诣不如你。
那我就用命给云岚讨个公道！你的伤势分明已经痊愈，却一直瞒着我和爹爹。云岚把你抚养长大，你却杀了她！你这个无耻之徒！1年前我经脉尽断，神医符子通也束手无策。如今能够行动，是因为我用剑气在体内强行缩成脉络，支撑身体运作。什么？人体经脉浩瀚如烟，错综复杂。他竟然有这样强大的剑气，这样恐怖的控制力！不可能！剑气最是锋利，用来塑筋脉，没人能时刻忍受这种钻心刺骨的折磨。大哥，别再逼我了。哼，少在这里假惺惺！你都能杀了云岚，现在秘密瞒不住了，你尽管对我动手好了。看来，只有等到我斩月那一天，你才会相信我这个弟弟。哼，既然你谎话连篇，就不要怪我了。你要做什么？我的手！真一，我一定杀了你！庄主，今日三公子成年试炼，少庄主特地命我们护卫山庄，防止三公子发生意外。他还亲自下陵墓检查了机关，兴许他是真的发现了什么线索。朕医得了老祖宗的认可，开了青铜门，这是天大的好事。偏偏他就要往云岚身上去想。10年前朕医才多大，如何开得了墓地大门？又如何能害了云岚？这还不下去！我一定会找到证据，一定！是你呀！
沈家的大少爷。你想要什么？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，只要你能帮我。哼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三番五次向我传音，接着又突然告诉我云岚的事情，不就是打算利用我吗？好，你尽管利用，只要能给我力量，让我与沈真一抗衡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有趣，有趣。你若肯施舍功名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杀死沈真一。杀死他，就凭你？你的目标难道不是他？是他，但也不是他。我要的是去往更加广阔的天地。不过嘛，你确实可以助我一臂之力。我怎么在床上？一定是师父带我回来了。师父已经安全了。还没把生日礼物给师父。师父。师父又出去了。昨天亲手做的点心，也就只有这个，才勉强算是生辰贺礼了。嗨，老苏。回去躺着吧，你伤得不轻，当心染风寒。老苏，你说师父为什么要收我做徒弟啊？他瞎呗。你不是知道了吗？就为你那把灵剑呢，不然他图你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那把灵剑真是天赋异禀，不枉他劳师动众搞个选徒大典，最后就挑中个你。原来从一开始就是因为钱。说真的，我有时候看着你跟着他吃苦，都觉得受罪。他神仙了不起啊！我看你不如转投我门下，咱们联手。打磨头层陈锈，需要剑体学会承受和释放力量。这泉水能修精洗髓，乃除锈良方。你再想想啊，考虑一下。沈梦天，你也有今天。300年前，我败给了你，到底也没能得到前往那个世界的法门。多亏了沈真一10年前那次误闯，我才终于有了线索。接下来要做的，就是找到方法，真正的战岳飞升。有人曾告诉我，他看着你跟着云岚进了陵墓。
时间太久远了吧？火法精纯，实力不错。奇怪，这种火法之前我从未见过。捉痕深浅不一，此人恐怕不止一次来到这里，是为了万藏剑经，还是另有所图呢？啊，三公子，你这是可以行走了？陆管家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这么大的事情，一定得禀明庄主，庄主该高兴坏了。陆管家，啊，这是断掉的筋脉，皆有恢复的道理。只不过用剑气暂时撑着罢了，大多数时候，我还是用轮椅。陆管家，已至深夜，为何行色匆匆？开山见韩志远死在了山下沈家茶楼中，死状怪异，老奴正要去勘察。在沈家茶楼被杀？近些日子，在沈家茶楼住着的江湖客被杀事件已经3、4起了，凶手分明是在挑衅咱们弃剑山庄的权威，老奴一定抓到他。我去看看。三公子可行走一事，断不可外传，否则格杀勿论。是。果真很惨烈，筋骨皆断，伤口溃烂。幸好头还在，不然恐怕无从辨别。剑身，外在表现为功法，剑身消失，意味着功法全无。开山剑进入房间后，有人突然袭击了他，且那人的力量应该在他之上。挣扎时，他留下了这些痕迹。开山剑消失的功法，应该是被那人吸走了。活法，又是活法。此人杀害开山剑，为的是盗取其功力。这活法和沈梦天塑像上的如出一辙。盗取功力这种功法，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过了。哼，旁门左道之术，就如烈阳府让弟子相争，以败者粉骨去补胜者一般。相传，有一个叫武剑先生的世外高人，便擅长夺人功法，化为己用。他曾杀死过5位绝世高手，并夺走他们的宝剑，使用这些高手的剑术，因此无人能败。只是这些都是说书人口中的段子。总之，凶手忌讳此邪功，定不可小觑。走，此事须得速速向庄主禀告。此人蹲守陵墓多年，恐怕已经得知斩月天机。为了斩月，他还会吞噬更多人的功法，用最短的时间冲击5到10境。须得加快行动了，让他提升一个境界。
是说，让我定期献一位武林中人给你，你要用他们来提升修为？可不是什么人都行的，功力越高深越好，特别是那些有独门功法的。你神通广大，竟可以自己动手，为何要我献计？沈振一已经开始调查茶楼，不到时境未到，老夫还不想与其碰面。可，沈大公子，你还在顾虑什么？复仇总要有些代价的。难道以前辈的手段，现在也打不过沈振一吗？沈振一为何年纪轻轻便晋升天榜？他是天才。资质固然重要，更重要的是，你沈家的万藏剑经并不是九幽功法，它是从那里来的。在这个世界之上，还有另一个真气充足的世界。那里有更多功法，万藏剑经不过是沧海一粟，任意学其一种都要强过沈振一。不过，这是逆天而行的事情，自然要付出些代价。振一说的竟然是真的？他告诉你了？他说过，他说云岚的死便和此事有关。难道什么？他就是为了那更高的力量，献祭了他的结界。可他在这件事上没有骗我。他是觉得你是蝼蚁，没有必要骗你。沈振一现在一定在为进入上层世界做准备。如果让他得逞，你就真成了他眼中的蝼蚁，永远无法翻身。剑在震动，他也一定在期待你为他复仇的那天。请问前辈，如何才能进入上层世界？只要帮我完成晋级，我先沈振一一步斩越，到时我便带着你进入上层世界。你有你从上层世界学到的高深功法，还惧什么沈振一？好，就按你所说，我送人给你提升功力，你带我去上层世界。如今你沈家别院人心惶惶，那些江湖客恐怕都要离开了。你可要想一个办法，别让我这些炉鼎都跑了。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你就放心交给爹。父亲，要出去吗？是赫儿啊，我送送振一，你有事吗？你们聊，不必送我。我有要事与父亲商议。哦，是茶楼凶案的调查有结果了，这些江湖人在我们沈家出事，我们一定要给人家一个说法才行。父亲听了这事儿一定高兴。如今三弟功力和身体都有所恢复，恰好又有这么多高手已经入驻咱们山庄，咱们不如把武林大会提前了，让三弟复回他天榜的名位。父亲，您看，难得你有这个心。父亲这是同意了。虽说300年来武林大会一直由弃剑山庄牵头举办，但还是有不少准备工作要做。选榜武道品阶最低，人数最多，一般放在庄外举办。地榜和天榜的排位战是在庄内的，得赶紧。
不必了。开山剑在咱们沈家别院遇害，凶手是在对弃剑山庄宣战。此时提前召开武林大会，既是对凶手的有力回应，又可让武林人士都搬入内庄，对其加以保护。振一的少年侠义，真和我年轻时一个样子。都搬入内庄，还是三弟想得周全。难得振一交代一件事，我便亲自来办吧。你给为父打个下手即可。父亲，那我就先下去了。动作快一些，都送到我书阁去。怎么，不食人间烟火的沈三公子，也会关心晒书收书的事情？山雨欲来，自然该将他们收好。哼，你已拿到庄内秘典，这些普通的书册于你而言又有什么价值？公平。你说什么？只要是我的书，我都会珍惜庇护，不以价值分贵贱，视为公平。习剑之人，只有讲究公平，才能悟透剑道，做到刚柔并济。你还要再练练。道貌岸然。你不要以为把书收进阁中就能高枕无忧了。此时若碰掉一点烛火，一切都会付诸一炬。不要相信不该相信的人。太阳打哪边出来了？你来这么早？好剑，可惜你心思杂乱，影响了你的剑意。剑，我今天不想听到那个字。什么字？好，心思的心。你我的你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的吧？白勺的。我们还是练习吧。我明明是人。你怎么还在想这个？女人就是善变，前脚还甘愿奉献不怕牺牲呢，现在又琢磨是不是剑的问题了。快来练习吧。师父真的只把我当成剑，没有把我当成徒弟吗？陵墓一战，关键时刻你晕了过去，好多话没有听到。其实啊，沈真一挺让我吃惊的。什么意思？走，咱们去和他当面说。当面？走吧，走吧，这是你的心结，不解开会影响你的剑道。不在啊。回来了。为什么没有去练？嗨，小姑娘啊，还执着自己是徒弟还是剑？我觉得你有必要帮她解开这个心结，毕竟她没看到。老苏，你让开，就让我自己来说吧。师父，我就想问问，你收我就仅仅因为我是什么剑吗？没有一点点其他原因吗？能为剑神种下神剑，证明我们在九幽界的不凡，还有什么原因啊？我让你走开啊！哎，好，你们聊。我只能说，
这次陵墓大战，你太让我意想不到了。我不要，你千万不能淋雨，你的身体……对啊，你是神仙，怎么会生病呢？不是神仙，只是被上层世界的剑神选中，我无奈，必须以那凡人之躯完成神明之举。所以你才需要我这把剑，对吗？所以你收我为徒，仅仅是为了剑？是。我不后悔成为你可用的剑，只是想知道这个答案。画本里面说的那些，果然都是假的，没有什么骨骼清奇，没有什么一眼定缘，更没有什么心诚则灵。好了，我知道答案了。我只要对你有用，就是我的福气。你要用我办什么事，我都会努力办好的。就像我在陵墓中说过的一样，就算是死，我也不怕，因为我这条命都是你救的。拔剑。你这是要试试我的功力吗？我现在才……不是问我为什么要收你为徒吗？拔出剑，你很快就会知道答案。师傅，这……那把剑是什么？难道它在我体内？我怎么会感受到它的？是我的剑意，驱动了你的意念，让你感受到了陨星剑的存在。它就一直在我的肚子里面。准确地说，是存在于你的识海当中。那就是剑神在九幽世界养的剑。剑神用人在养剑，也在用剑养人。啊，就这支看起来不怎么样的剑，能帮师傅吗？你体内的灵剑是由陨石炼制而成，不仅材料罕见，而且驱动极难。在墓室一战中，我就是因为能驱动它，才战胜的沈梦天。我和他都是剑神传人，可他却无法驱动陨星，这就是我们的缘。你能够驱动陨石，自然说明你骨骼清奇了。至于心诚嘛，你有血染的童年，人影响了剑，所以我初见你时，陨石已经锈迹斑斑。可你通过这段时间的努力，已经去锈断剑，让陨石慢慢恢复了。这就是你坚韧的心，所以你说的也都有。我和沈梦天一样，都要完成剑神的任务，帮这个世界斩月。哟，你学得怪快，竟然也可以驱动剑意了。师傅，我看到了你的内心。是的，我也无意向你隐瞒，我和沈梦天都是剑神传人。他斩月失败后，这个任务就要由我来完成。10年来，我找遍九幽，就是希望能找到一把适合我斩月的神兵。就是我。多谢你的坚持，你让我看到了希望。师傅，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的。罗秉权，给我爹偿命来！交出公法，然后自废修为。不行，我和他境界相差太远。桃花间多情
红一片，宿命守护亘古岁月。有缘的风轻抚着剑身红尘的脸，沧海桑田心有所念。是梦如云稀土里有念，可知步步为凭铁石缘。那句诺言让我生死里浴火花间，一笑日颜融成悬念。是心冥冥之中的无解，此生不知千转铁石缘。功夫并肩的月才不负皎洁明月，青丝日光铺满甘愿，青丝如光铺满甘愿。好漂亮的剑啊！这个是给我的。这把剑叫炎阳，是为你量身打造的。哼，